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国足新帅上任3把火，启用3大新星，吴磊无缘，范志毅直指要害。2025年11月5日，中国足协研究决定公开竞聘2个月后，主教练的人选最终落在45岁的邵佳一身上。9月5日启动公告，初选、线上面试、履历与理念评议，一路由中外资深专家组成的选聘组把关，流程清晰，节奏不拖。外界更愿意从2点看这次选择的底气：一是3大球里，男篮郭士强用本土班底拿到亚洲杯亚军，证明本土主帅并非无法承担重任；二是邵佳一的履历有厚度，9年留洋，国字号多梯队管理和带队经历，中超执教成绩不差，识别和提拔新人的能力也在一线球队留下证据。这一次赌的是时间、信任和一条从青训直达国家队的通道，目标已对准2030年世界杯，节奏不再盯着1场2场的及时回报，而要在可验证的阶段性节点上交作业。3把火从今天就要点起来，拖1天就少1场合练。第1把火，先把团队立起来，教练组的构架要稳定，训练语言要统一，比赛指令要少而清楚。不出意外，德国外教与杨志、刘健等熟悉的面孔会并肩进驻教练组，人员磨合期缩到最短，才能把精力放在选材和战术上。责任边界也会被强调，集训名单与临场用人由主帅拍板，管理端在资源保障上协同，不在用人上摇摆。像男篮那样，用谁练谁，谁能执行就给谁机会，不为资立为状态。第2把火，年轻化立刻见人。青岛队的一线队名单和 U 系列梯队的拉动，提供了现成样本。16岁的张博轩，21岁的徐斌，同龄门将李浩，都是他手里已经带过、敢于用的选项。不只是把人叫来训练，而是给到比赛中的角色。节拍会加快，训练课上节奏，逼抢距离，转换速度会被反复打磨，直到形成条件反射。锋线和门将位置的年龄结构会被调整，吴磊、王大雷这批老将的出场份额很可能下滑。不是清洗，而是轮换逻辑的改变，把体能与速度拉回到亚洲对抗的标准线上。留洋计划会被摆上台面，王玉栋、刘成宇等年轻球员将被重点跟踪。能提前适应海外训练强度与比赛节奏，对2030年的阵容厚度意义比一时的联赛数据更大。第3把火，规划不是情绪，是补位。现实层面，中轴和中锋是短板，而且短时间难以由青训完全填平。费南多、阿兰由于年龄因素大概率告别主线计划，补强中路与中锋的规划目标将被积极推进。奥斯卡、德尔加多会进入持续评估，这不是万灵药，而是特定位置的缝合线。规划的价值在于提升首发的及格线，拉高训练对抗的水位，倒逼本土球员在日常中面对更高强度。对于怎样踢，主帅的表达不含糊。邵佳一说，在国字号带队的历练让我看清亚洲层面我们缺什么，需要什么，也知道对手怕什么。对手到底怕什么，他给了框架。他强调，关键在于进攻端先搭好组织，再在攻守转化里第一时间掐断对方反击，连续制造2次、3次进攻。这种强调纵深的持续压迫，要靠整体的距离感、协防意识与体能储备去托底。训练场上，进攻组织和反抢位型会被同步演练，边路回收的角度、后腰前顶的时机，都是1秒钟之内的判断题。真正麻烦的不是理念，而是时间表。问题是，2030年前还有多少比赛去磨合这套思路？青训与国家队之间的台阶是否足够密集？
一套从校园、地方青训、俱乐部预备队到 U 系列国字号的通道。如果台阶稀疏，就会把人卡在中途。足协在政策端需要做的是减少重复选材的环节，打通数据与视频共享，缩短优秀球员晋升的周期。钱在往这个方向流。行业报告显示，2024年中国足球产业规模接近320亿元，青训培训约98亿元，并预计到2030年超过180亿元。这是一条真实的现金流与人流。投入增长不是保证，但至少说明训练资源、场地与师资的供给在扩大。关键在于把钱花在刀口上，比如把竞赛体系排得更密，把青年队的高水平对抗做成周更，让球员在18到21岁的窗口期完成对成人强度的翻译。3把火之外，还有一层人事与干预的问题。历史经验已经写在账本上，临场指挥被多头意见稀释，策略摇摆只会让球队更慢。范志毅的判断很冷，国足20多年的结主要打在青训断层和急功近利上，不在主帅身上。这不是替任何人开脱，而是把矛头指向真正能决定长期质量的地方。他的建议很直白，放下速成，优先扶持会挖新人的教练，并且给足4年完整周期。4年不是护身符，是让一套技战术与用人标准从训练课走到比赛日需要的最低时间。把视线拉回到训练场，能想象的画面很朴素：早课里，后腰在禁区前顶，边位回收半步形成3后卫站位。前场的反抢从右边锋启动，10秒之内完成从断球到第一脚直塞的连接。队员会被反复提醒，传球方向更前，接球前多看一眼，丢球后的5秒先反抢再回撤。这些微小的动作决定着2次和3次进攻是否真的藏在脚下。教练组层面，如果德国外教与本土助手形成稳定分工，比如体能、对抗、定位球的专项都有人盯，主帅就能把更多精力投在阵容搭配和对手分析上。训练的颗粒度提升到细节，比赛中的意外会更少，球员的决策也更自信。年轻人进队后，沟通也要跟上，明确角色和预期，让上场不是临时救火，而是完成演练过的任务。这套路子要想不半途而废，考验的不是1-2场热身赛，而是管理端是否能持续提供稳定环境。节拍被打乱一次，阵容磨合就要重新来。外界对老将的情感不必回避，荣誉与贡献都该被尊重。但国家队需要的永远是当下能跑、能拼、能执行的人。新陈代谢从来是球队维持竞争力的常态，而不是冲动。第一步已经迈出，足协在11月5日拍板，主帅把方向与方法说清楚，接下来就是执行力与时间的赛跑。如果能把3把火烧到位，球队会在1年内看见强度和阵容深度的变化。能否抵达2030年的门口，取决于能否持续坚持这些看似枯燥的细节。如果真想把2030写进日程，不如从今天开始把选择权还给主帅，把时间留给年轻人。